总有一天，我们会回到最自然稳定的状态——死亡。自古以来，不乏当代有名的人，用尽办法摆脱这个自然定律。传说中，秦始皇在统一六国、平定四方之后，垂垂老矣，于是命令徐福去海外寻找长生不老药。在之后的不同年代，都有不同人透过炼丹术去寻求永生，而在西方也有不少炼金术士，其中尼古拉·弗拉梅尔，也就是小说《哈利波特》里面的尼勒勒梅，更被相信成功炼成可以令人长生不死的贤者之石。只是在现代科学中，人类目前尚未找到可以实现永生的方法。到底世上真的有长生不老的方法吗？大家好，我是矿工熊，今天我们也用几分钟开采出自己的宝石吧。这次我们要谈的是长生不死。要理解长生不死，我们需要先探索生命是什么。生命被定义能进行演化并且自我维持的化学系统。这个系统非常复杂，当中涉及不同分子的聚合和分解，以及相互作用。地球上面最初的生命可以追溯到40亿年前的单细胞生物。当初可能因为被闪电击中，或是受辐射影响，能量被注入水泡之中，里面的有机分子被组装成聚合物。在机缘巧合之下，聚合物被复制，遗传资讯被储存，慢慢变成细胞，再经过无数次的演化，变成不同生命。总言之，生物起源学说尝试对生物中化学物质的起源和相互作用加以解释。也有不少学者致力研究死亡，以及导致自然死亡的原因，也就是老化。有科学家认为，我们的寿命早就刻录在基因之中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就要提到一样东西——端粒。端粒是存在于染色体末端的重复序列区域，它们在细胞分裂过程中起着保护和稳定染色体的作用。但是因为 DNA 复制过程中，限制性酶无法完全复制端粒的末端，所以端粒在每次细胞分裂时都会缩短一点。当端粒变得过短时， DNA 的损伤会被增加，细胞的分裂能力会受限制，功能也会下降，进入一种称为细胞老化的状态。而进入衰老期的细胞就会停止分裂，最终死亡。那我们要怎么阻止细胞老化呢？在细胞中的端粒酶能够补充和延长端粒的序列，从而维持染色体的稳定性。但是在正常的人体细胞里面，端粒酶的活性都很低，只有在造血细胞、干细胞和生殖细胞才能侦测到具有活性的端粒酶，所以其他的人体细胞都无法阻止端粒的缩短。研究人员目前仍然在研究如何操纵端粒酶来延长细胞的分裂寿命，阻止或逆转细胞老化。你可能会说，逆转老化真的可能吗？事实上，在大自然里就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。灯塔水母被认为是长生不老的生物。普通的水母在有性生殖期后就会死亡，但灯塔水母却拥有独特的再生能力，进行所谓的细胞转化，摆脱死亡。当灯塔水母受到伤害、疾病或老化时，它的细胞可以重新组织和转化，使其回到幼年的形态，进而重新成长。这个返老还童的过程能达至某种意义上的重生，但是这是真正的长生不死吗？当我们可以复制灯塔水母的特性，返老还童再重新长大，但在身体每一个细胞经历重新组织和转化后，说不定储存在我们脑袋里的记忆都会被消空，知识、经历甚至性格都会被消除，那又算不算是人格上的死亡呢？当我们的肉体消亡，曾经属于自己的每颗分子都会回归到大自然中，甚至可以说是归还给这个宇宙。这并不代表我们存在过的痕迹会被抹掉。先不谈灵魂，我想说的是，当你在街上和其他人擦身而过，或者出手帮助，你的举动就成为了其他人生活的一部分。而这一丁点的影响，可能会被人谈起，也可能因为耳濡目染影响其他人的行为，就像湖泊中的涟漪一样，从一小点扩散出去。每一个善举都会成为你存在过的证明。
活在其他人的生命里。而关键是，地球上不只有你一个人在做。当我们将全人类视为一个个体的时候，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到你的模样，也可以看见你身边人的模样。所以是的，目前科学上并没有令人不死的方法，但在茫茫人海之中，我们也是永远的存在，直到人类文明消失。那么你觉得我们会有达到长生不老的一天吗？长生不老真的好吗？动画可可夜总会提到，被遗忘才是真正的死亡，你又认同吗？欢迎留言告诉我。如果你跟我一样，对事物都感到好奇，总爱寻根究底，欢迎订阅这个频道，我们下次见。